你好，我是环佩叮当，欢迎一同走进共度时光。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，题目是《世缘》。家里有一条因放置过久而皱缩了的萝卜，不能食用，弃之可惜。我找到一个美丽的陶盆，试着种它，希望能挽救萝卜的生命。没想到这看起来已完全失去生命的萝卜，一接触了泥土与水的润泽，不但立刻丰满起来，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抽出了翠绿的嫩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仿佛看着一个传奇，萝卜的嫩绿转成青苍，向四周辐射长长的叶子，覆满了整个陶盆，看见的人没有不盛赞它的美丽的。20几天以后，从叶片的中心竟抽出花蕊，开出一束束淡蓝色的小花，形状就像田野里的油菜花。我虽然生长在乡下，从前却没有仔细看过萝卜开花，这一次总算开了眼界，才知道萝卜花原来是非凡的，带着一种清雅之美，尤其是从一条曾经濒临死亡的萝卜开出，更让人觉得它带着不屈的尊贵。当我正为盛开了蓝色花束的萝卜盆栽欢喜的时候，有一天到阳台浇花，发现萝卜的花与叶子全不见了，只剩下孤零零的叶梗，叶梗上爬满青色的毛虫。原来就在一夕之间，这些青虫把整株萝卜叶都啃光了。由于没有食物，每一只青虫都不安地扭动着，探寻着。这个景象使我有一点懊恼和吃惊。在这么高的楼房阳台，青虫是怎么来的呢？青虫无疑是蛱蝶的幼虫，那么是蛱蝶的卵原来就藏在泥土中孵化出来的，或者是有一只路过的蝶把卵下在萝卜的盆子里呢？为什么无巧不巧选择开花的时候诞生呢？我找不到任何答案。不过我知道，如果我不供应食物给这一群幼小的青虫，它们一定会很快死亡。虽然我为萝卜的惨状遗憾，但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每天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摘几片菜叶去喂青虫，并且观察它们。这时我发现青虫终日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吃吃吃。它们毫不停止地吃着菜叶，那样专心一致，有时一整天都不抬头。那样没命的吃，使它们以相同的速度长大和排泄。我每天都可以看见它们比前一天大，或下午看起来就比早晨大了一些。而且在短短几天内，它们排出的青色粒状粪便把花盆全铺满了。丑怪而贪婪的青虫很快就长成2寸长的大虫了，肥满的像要滴出汁液。这时它们不再吃了，纷纷沿着围墙爬行，寻找适当的地点，把自己肥胖的身体挂在墙上，吐出一截短丝粘住墙，然后进入生命的冥想，不再移动。第一天，青虫的头部蜕变成鳞色的硬壳，只剩下尾巴在扭来扭去。第二天，连尾巴也硬了，不再扭动。风来的时候，它们挂在墙上摇来摇去。第3天，它们的身体从绿色转成褐色，然后颜色一直加深。1星期后，青虫的蛹咬破自己的硬壳，从壳中爬出来。它们的两翼是潮湿的、软弱的，
但它们站在那里等待，只是一炷香的时间。它们的意干了，坚强了。这时它们一点也不犹豫，扑向空中，飞腾而去。呀，那蝴蝶出飞的一刹那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动人之美。它们会飞到有花的地方，借着花蜜生活，然后把卵下在某一株花上。我想看到这一群美丽的蝴蝶在春天的阳光花园中上下翻飞，任谁也难以想象，就在不到1个月前，它们是丑怪而贪婪的青虫，曾在一夜间摧毁一颗好不容易才恢复生机的萝卜。现在青虫的蛹壳还不规则地成群地挂在墙上，风来的时候仍摇动着，但这整个过程就像梦一样。萝卜真的死去了，蛱蝶也全数飞去了。世缘何尝不如此？死的死，飞的飞，到最后只留下一点点启示，一些些观察。人生因缘之流转，缘起缘灭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如何在世缘中活得积极自在？简单的说，就是珍惜每一个小小的缘。一条萝卜使一群青虫诞生，生出一群蛱蝶，飞向广大的天空。一个小的因缘，有时正是这么广大的。今早我看见萝卜死去的中间又抽出芽来，心里第一个升起的念头是，会不会再有一只蝴蝶飞来呢？感谢您一同度过共读时光，我是环佩叮当，咱们下期继续。